Hello，大家好，我是 Iv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又穿得非常的正式，是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公司有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大概120人左右，我需要做一个演讲。你知道现在的世界，网络就是核心竞争力，大家都害怕在做这种大型的会议的时候，哪一家的网络如果不给力，就会出现卡顿的情况。所以呢，很多这些大会都是把提问的环节做成现场。但是演讲的部分全部都是录播的，这已经是我今年第4次为公司做这种录播。为公司做录播的好处就是不用自己剪辑。我之前就在某一期视频中提到，其实做视频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最花费时间的其实是剪辑。既然有了别人的剪辑，那就非常的容易了。但是既然妆都已经化了，衣服也穿成这样，我就想，那不如就讲一期我一直都想说的一个话题，关于面试。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做过一期视频，然后问了大家有没有想听关于面试的一些技巧或者是面试的案例的视频。可是我的视频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看，所以反响也不大，我自己也就慢慢拖下来了。刚好最近很火的令人心动的 offer， 其中的面试引来了很多人的讨论，不管是在微博上还是 B 站上，我都看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讨论。再加上我上周五刚好面试了2个人，所以就想结合着谈论一下我自己觉得有用的面试技巧。我们这次招的呢是 Real World Evidence， 真实世界证据，这是我上节目前刚刚查的中文，这个翻译还真是非常的直译啊。如果我后面的节目中是不小心提到 Real World Evidence， 而不是说的真实世界证据，请大家原谅。我们要招的呢是一个 Director Level 的职位。Director 翻译成中文好像是总监吧，我觉得这个翻译也是让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如果你们知道就是 Director Level。 然后呢，这个女生是一直在学术界做的，她目前是在做博后，做的方向呢是 epidemiology 翻译成中文好像是流行病学。我自己觉得讲流行病学可能会有些误导，那如果做的这个病例是不是传染病，比如说像癌症啊，或者是心脏类的疾病，那也是流行病吗？好吧，姑且我自己就把它翻译成病理统计学，这样可能理解起来就比较方便。所以他做的这个东西呢，就和我们要招的这个方向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且他做的病就是我们公司要出的这个药的方向，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对口的。但是我一聊就发现了他的一个短板，因为毕竟在学术界嘛，你做的项目有限，而且可能也不会有很多的那种国际交流，所以呢，他比较熟悉的数据呢是比利时的和英国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跨国公司，你要熟悉很多国家不同的数据。当然，我不是说他现在的这些知识是没办法转换成这种理解，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以前有做过，那当然来说你上手就会更快。可是在和他的聊天当中，他明显的表现他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他对他自己的这些短板也是有理解的，所以他在面试前也看了一些学术论文，对这些他自己的短板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相信如果他能上手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学习。我觉得他的整个态度都表现得让我很喜欢，而且他回答的这种真诚态度让我立马就对他有了好感。接着我面试的第2个男生，他的经验是肯定很足的，但是呢，就比如说吧，我现在做的这个部门是卫生经济学部门，我们这个部门在有的公司是和这个 Real World Evidence 是同一个部门。比如说我之前的老东家默沙东，我做的就是又覆盖卫生经济学又覆盖 Real World Evidence， 但是有很多公司也是分开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公司，这个男生其实他是在卫生经济学部门，而且他们公司是有Real World Evidence 部门的，可是在他的谈话当中就仿佛那个 Real World Evidence 部门是完全不存在的，任何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我就奇了怪了，那如果都是你一个人做的，那其他的部门难道是吃白饭的吗？那公司难道看不出来，让他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大的夸大了他自己工作的这种能力。反正这是我在面试中的这种感觉。然后后来我在给他们俩写评语的时候，我全部写的是 not sure。 其实要从经验来讲，这个男生我觉得肯定是要比这个女生强，但是鉴于我对这2个人的谈话，所以我给的都是 not sure。再给你们说一下吧，在面试官给的评语，至少是我们公司的系统是有4个等级，第1个是 no， 第2个是 not sure， 第3个是 yes， 第4个是 strong yes。 所以你只有达到至少是 yes 或者 strong yes 的时候，你录取的可能性才会比较大。但是在我写对这个女生的评语时，我非常特别的提到，如果这个职位是副总监，比如说 associate director，
我觉得他就是完全胜任的，而且我相信在这个职位上他能够有很快的发展。可是这个男生，我觉得他的思维定性已经在那了，他有可能加入这个部门反而会增加 real world evidence 和我现在卫生经济部门之间的矛盾，因为他的背景主要还是在卫生经济学。然后等我写完之后，我就看了一下其他面试官的评价，特别是对那个女生，我发现在我之前面试的2个人也全部都写了，如果这个职位不是总监而是副总监，他是完全有资格的。这就给了我一个提醒，就是当你在看到一个工作，你觉得你自己很适合，但只是因为工作经验或者是实际能力有可能不达到的时候，你就放弃了头，实际上你可能错失了一个你自己拿到理想工作的机会。就比如这个女生，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会降低这个职位到 associate director， 她就可能拿到这个工作。所以你只要看到你自己觉得你自己适合的职位，不妨试一下投一下简历。这个女生还有一个让我非常称赞的地方，是因为她一直在学术界嘛，我就很自然地问她，很多人对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这种差异是很难把它摆平的，你是如何能说服自己从学术界跳到工业界？她说实际上她在做博士后前对工业界的研究也是有很大的偏见，但是因为在工作当中她也接触了很多工业界的人，发现其实在哪里做研究不是做研究，而且你最后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为病人拿到最好的治疗方案，无论你是在工业界还是在学术界，他觉得对他自己来说都是问心无愧。不管是他做了准备还是他内心就是这样认为的，我都觉得他这个答案是非常走心的。其实在很多面试的时候，个人能力其实水平可能都差不多，到最后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沟通能力。从去年到今年，我大概一共面试了50个人，接近15个职位，就是平均3到4个人一个职位嘛。然后呢，面试的有我们部门的，也有其他部门的。这么说吧，我是我老板招的第1个员工，我是我们部门的 No.2， 就是第2号员工。而我们现在一共有14个人，基本上这后来的10几个人，我全部都有面试过，就是我们招进来的每一个人，我都有写过评论。再加上我们又组建了法国部门、意大利部门、英国部门，就是欧洲5国和比利时这些国家的部门，所以相关的职位我也都做了面试。再加上我们部门和医药部门的联系是非常的多，所以很多医药部门的职位我也都进行了面试。就比如说我说的这个real world evidence 真实数据证据的这个职位，实际上就是医药部门的，但是因为和我们的合作很多，所以这个经理就需要我来帮他们做面试官。在面试这么多人的当中，我真的认为讲话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技巧，因为能力是你可以在简历上体现，但是你的性格和你如何和人沟通的方式都是在你这种表达当中体现的。尤其是因为今年的疫情，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见面，那么讲话和你声音的那种亲和力就变成了唯一让人认识真实你的方式，沟通能力就成了成败的关键。这个时候我就来提至少是我在欧洲面试的主要流程吧。一般都是线上投简历，然后人力资源会首先过一道，他们大概会选到10到15份左右的简历，然后招聘经理就会看这人力资源已经筛选过的简历，招聘经理会打电话自己确认一轮，这一轮他一般会确定3到4个人到最后的名单，这个时候人力资源就会安排3到4个面试官，可以由人力资源指派，也可以由招聘经理指派。一般来说都是由招聘经理指派，组成一个面试官团。如果在过去能够面对面的时候，有可能是一起，也有可能是1对1，然后再接着下来。一般有时候还会做一个小的演讲，他会出一个小的命题，在你到来之前，你需要做一个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的演讲。最后人力资源就会确定和招聘经理一起确定最后选择的名单。所以呢，我在过去的1年当中，一般都是做最后一轮面试的面试官，但是我也帮助我老板做过，就是打电话走流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和看他们的背景，然后确定那个名单，走下一轮的面试。一般来说，在第1轮面试的时候，你不需要做非常大的准备，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别人怎么问你怎么说，或者是问出你自己想要的问题，只要你的能力在那，一般来说都可以走入最后一轮。到最后一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对公司的了解，甚至对你面试人的了解。一般他们都会发给你
就说哪一些人会给你做面试。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你一搜就知道大概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提前预想一下他们会问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过去面对面的时候，一般都会安排一个无论是中饭啊，或者是吃晚饭的过程。这个时候餐桌的礼仪和讲话的艺术就更能体现你自己的个性。但是在现在疫情期间，就只能是那短短的1个小时的视频面试，所以甚至你穿着短裤，只要把你的上半身打扮得人模人样，也没有人知道。可能要比过去面对面简单，但是也有更难，因为你没有面对面的沟通，你只能在线上用你的语言来打动别人，所以有些技巧是不同的。以我的经验来说，还是面对面的对我来说是更有，因为我本人是一个亲和力比较高的人，所以在面对面的时候，大家更能感受到我的真诚。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这种只能线上的面试对我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现在讲讲我觉得在面试中我个人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些行为表现，比如说夸夸其谈。可能这种人在美国可能会吃得香，可是在欧洲我必须要说，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喜欢谦虚谨慎甚至是务实的人。我记得有一次面试，我面试一个女生，她的简历呢不错，但是也不至于到她自己说的怎么牛。她每次讲一个具体的事例之后，都会说她最后她个人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就，比如说最佳员工啊，或者是贡献最大的一个 team worker。每一次讲到都会讲到这些奖状啊、奖金什么的，就让我觉得很反感。后来我在写评语的时候，看了其他面试官的评语，跟我都是一致的，就说不只是我这样一个亚洲人觉得对这样的事情很反感，很多欧洲人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还有一个就是过分强调个人的能力，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男生，他实际上他不可能是他自己一个人做完那个案例，因为他们公司还有真实数据证据，就 real world evidence team， 那他怎么能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到他自己呢？其实体现自己的个人领导的能力和执行能力是好的，但是你也不要忘了要提出这是一个团队的贡献，如果没有团队的支持，这个事情是没法成功的。只有这样大家才能认可你的能力。而且在现在这个公司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属于个人的，每个人都有需要非常好的协调能力、组织能力，这样整个团队才能成功。在我过去参与的这15个职位的招聘当中，我们有没有招那种个人能力很强而且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我必须要说还是有，那只能说他实在是太优秀了。但是至少我觉得在80%的情况下，太自我为中心，即使你能力是3个人中最强的，一般来说我们到最后都没有招。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团队合作能力。好，终于说到令人心动的 offer， 我以这个题头，到最后我才讲，为什么呢？毕竟这是一个综艺节目，我不想用太多在这个综艺节目里发生的事情影响到我对真实世界的这种分析。而且这个综艺招的是实习生，实习生和正式的职位还是有不同的。实习生你需要看到这个人的潜力和期许，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生物技术公司，我们需要招的人是有技术有能力，我们一招就能够马上上手的，没有时间来给你培训，没有时间让你成长。有好的背景才是我们需要的最重要的硬实力，所以呢，招实习生这种我就没有办法做比较。我看到了网上很多人讨论丁辉，还上了热搜。我个人也认为律师所的人可能是有一些偏见，特别是对于他的本科是一个非211大学，而且不是法律本科这样的偏见。但是我必须要说，丁辉的回答也是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如果我是面试官，他这样的回答只会让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热爱这个职业。他的回答是什么呢？说他选择法律是因为律师的地位，还有就是考法律不用考数学，还有证明给女朋友和家人。我也认为他这样的回答很真诚，但是不够有理想。你好歹就说一句，比如律师是正义的化身啊，我从小就看到律师的这种正气，就很向往做律师。然后你再把你刚才说的那些理由加上去，都比这样直接给上这3个理由让人觉得有，反正就是至少对我来说就是 what。 还有就是那个美丽的留学小姐姐，在别人甚至问到你简历上写的东西，说你全 A 的那些课程是什么，她都没有办法列出来的时候，我只好怀疑这确实是真实的简历吗？其实我在面试当中，我不会让别人再把简历全部走一遍，因为简历上写的东西我已经看到了，我为什么还要你讲一遍呢？看来现在看了这个节目之后，我想可能我
也需要让他们讲一遍，至少证明他们在简历上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至于说那个 actually 哥，我真的难以想象还有这么烂的英文。我以为年纪轻轻的小朋友们英文都应该说得非常的好，我甚至讲到10几年前我出国第一次走出国门到新加坡读书，我那个时候的英文应该都比他在节目上说的要好得多得多得多。但是这个小哥哥在节目当中受到了律师们的赞扬，是因为他们觉得他可能是为数不多对他们律所做了研究的一个人。可能我对国内的这种找工作不是特别的熟悉，至少在我做面试官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想进我们公司，他没有说出他进我们公司是因为我们公司比如说有很强的研究背景啊，有很多目前在做的实验啊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可能对我们公司没有任何的了解，他想来我们公司只不过是为了涨一下工资，换一个工作而已。这样的人我一般都会打一个问号。在我面试这50多个人当中，我必须要说，超过85%以上的人对我们公司都是做了很全面的研究，甚至我还记得有几个人说，因为我们公司在我们要上市前，基本上股票从去年开始一路都是飙涨，所以他们说看你们公司的这个股票就知道各个投资公司的对你们公司很有信心，那么作为一个想进入你们工作的人也会对这个公司很有信心，所以当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有做功课。我去年进入这个公司的时候，实际上是猎头找的我，即使是这样，我在面试的时候也是对这家公司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我记得当时我老板在面试我的时候，我就举了这公司有做什么样的实验，未来的病理是主要在哪个方向，我觉得这些方向都是未来很赚钱的什么什么的。我不说我自己做了多少工作，但至少来说，我说的这些话是让人信服的，是他们知道即使是猎头挖我也是因为对这家公司有信心，我才愿意跳槽。我也没想到今天这期视频能够做到这么长，无论你们相不相信，这是我做了这大半年的节目以来第一次写了完稿，我用了1个小时写稿，这节目大概录了20多分钟。希望你们喜欢，也希望对你们的面试有一点点作用，也希望看到你们的评论和留言。下次再见，拜拜。